极致之冰面对极致之火，两者到底谁更强？水与火的交锋，有时候不一定是对手，很可能会互相成就。正片开始前，请各位看官记得订阅频道，打开小铃铛，小红带你了解斗罗的一切。斗二开发出了极致属性这种说法，所谓极致属性，就是在某个属性方面具有无敌的能力。典型的例子有霍雨浩的极致之冰、马小桃后期的极致之火等等。极致属性顾名思义，就是说拥有这种属性的人在他个人的领域几乎是无敌的，但又因为是属性本身存在克制因素。常规我们理解的属性克制有水克火、火克木、木克土等等，这种属性相克和八卦中的五行相克是不同的，大多基于常识。既然水与火是相克的，那么斗二中的极致之冰是不是也一定克制极致之火呢？在普通属性中，毫无疑问水是克火的，而冰又是水的衍生产物，所以说冰也是克火的。斗罗的设定，中同等级的冰属性对火有绝对的压制力，霍雨浩面对火属性的魂师才会毫无忌惮。他不仅有冰属性，甚至还是极致之冰属性的魂师，可以理解为他是冰属性的老祖宗。不过极致之冰也并非无敌，面对其他极致属性，如果不是直接克制，他也会很头疼，即便对手是极致之火。当极致之冰遇上极致之火，哪个会更强呢？按照常规的理论，冰肯定是克制火的，所以极致之火在战斗中一定会被极致之冰压制。但实际上真的如此吗？理论上，一种属性只要是达到了极致，在领域内几乎就是无敌的。我们都知道水可以灭火，但是却忽略了火只要温度够高，一样可以把水气化，最终灭了水。所谓极致，一定是有一个到达顶点的设定，极致之冰就应该有最低的温度，而极致之火就该有最高的温度。如果我们按照常规认知来说，寒冷是有极限的，已知的最低温度就是绝对零度零下 273.15 度，但温度的最高值几乎是没有上限的。实验情况下，我们得到的火焰最高温度是上千度，而实际上热的最高点远不止于此，宇宙已知最高温可以达到上亿度，这还并不是顶点。所以按照科学理解，高温无极限，低温是有限度的，因此理论上火的极致高于冰的极致。虽然水火不能相容，但是在动画里极致之火和极致之冰却有相辅相成的可能性。我们知道在极致之火作用下，冰和水会被气化，而气化后的水是水蒸气。学过一些物理知识的小伙伴应该知道，水蒸气的温度远高于沸水，甚至可以达到上千度。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打开锅盖或者水壶的时候，被水蒸气烫一下会极其痛苦的原因。有了这个知识，我们就可以设计一下火与冰的融合了。如果极致火冰形成融合剂，两者结合产生庞大且具备高温的水蒸气，那么在这个融合剂范围内的人将受到极其严重的烧伤，并且因为水蒸气本身是在空气中扩散的，所以敌人是逃无可逃，只能活生生被蒸熟。这效果想想都恐怖。极致之冰遇上极致之火，从常识来说应该是火最终战胜冰，但是如果单纯按照斗罗的设计来说，大概率冰还是会压制火，因为似乎斗罗的极致属性是有上限的，尤其是极致之火。那么大家觉得如果全面爆发的马小桃是否可以在属性上战胜霍雨浩的极致之冰呢？对此大家怎么看呢？欢迎下方评论区一起讨论，记得点赞视频，我们下期再会。